胡须、眉毛，包括眼睫毛、辫子那些都保存比较完整，很完整，腋毛都在。2015年，在新疆的喀什发现一具身穿官服、头戴官帽、全身保存完好的清朝男尸，这可把当时发现男尸的放羊老人给吓得全身啰嗦。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明明死去100年，但样子却像刚刚离世一般。为何在边远山区还能发现100年不腐干尸？难道说是有人特意流放在此的，还是另有原因？死者到底是谁？由不得多想，惊魂未定的老人赶紧联系当地民警前来举证。要知道，新疆天气干燥，风化十分严重，如果能出现老人嘴里说的干尸，一定会对世界考古学来说是一个重大发现。而当专家看到干尸时，专家组也是惊呆了。古尸被厚厚棉衣包裹，唯独露出的就是头盖骨和干瘪的脸颊，而旁边摆放着钱袋，看样子是被人特意安葬好的。但可以断定死者是一位清朝将领。经过专家推测，这具干尸可能与清朝的左宗棠有特殊关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新疆喀什，牧民赶着羊群，不小心弄丢了一只小羊，四处找啊找，小羊找着了。牧民又有了意外发现，偏僻的山洞里竟然摆放着一具较为完好的干尸。这干尸为何会摆放在这里？怎么又和左宗棠牵扯上关系？2015年的一天，牧民如同往常一样，赶着自家的羊群到广阔的大草原上吃草。等时间差不多，他仔细数了数羊的数量，准备把羊群往别处赶。数了一轮，牧民发现不对劲，自家的羊似乎少了一只。牧民还以为自己数错了，连忙又从头到尾数了一遍，结果还是少了一只。牧民顿时就急了，一只羊的价格可不便宜，怎么就丢了呢？他连忙在四周环顾，看看有没有羊羔的影子，结果转了2圈，毫无发现。就在他沮丧地准备接受这个噩耗时，他发现一处长势极好的野草丛，说不准羊羔就是跑进去吃草了。牧民往野草丛里面一扎，往深处走去，扒拉开一丛又一丛，小羊羔果然在里面吃得正欢。牧民松了口气，抱起羊羔准备离开，突然看到一处山洞。要知道，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这片牧羊，还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个山洞。牧民顿时生了点兴趣，里面会不会藏着什么东西？走进山洞一看，可把牧民吓坏了，还真藏着东西。胡须、眉毛，包括眼睫毛、辫子那些都保存比较完整，很完整，腋毛都在。2015年，在新疆的喀什发现一具身穿官服、头戴官帽、全身保存完好的清朝男尸，这可把当时发现男尸的放羊老人给吓得全身啰嗦。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明明死去100年，但样子却像刚刚离世一般。为何在边远山区还能发现100年不腐干尸？难道说是有人特意流放在此的，还是另有原因？死者到底是谁？这偏僻的山洞里怎么还有一具完好的干尸？从干尸的服饰上来看，明显不是现代人穿着，而是古代服饰，这难不成是死了好几百年的？牧民连忙上报文物局，专家们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，对干尸展开了调查工作。新疆本身气候干燥，山洞内部也并没有潮湿，所以干尸被保存得较好，而干尸上的服饰也因此没有出现较严重的损坏情况。这具干尸头戴官帽，身着军服，腰间还带着佩刀，从服饰的年代来看，应该是清朝人，生前可能是个士兵将领。专家们猜测，干尸上应该有象征身份的陪葬品，所以便着手对干尸进行检查。这人生前蛮喜欢抽烟，身上还带着一杆烟袋锅。专家们左寻右寻，发现了一块牙牌，这正是当时的身份证。经过解读，专家们确认了干尸的身份，他正是马文化将军，是左宗棠颇为信赖的得力干将。至于为何安置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山洞里，也是有历史缘故的。
清朝末年，清政府内忧外患，西方列强国家对中国的领土虎视眈眈，沙俄也趁此机会想要瓜分领土，强行占据了伊犁地区。左宗棠年事已高，但在面对列强的屈辱，他不能忍受自己国家的领土任由列强侵占，便主动请缨，要去收复新疆地区。马文化跟随左宗棠打仗多年，这次的新疆之旅自然也一同随行。马文化深知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可怕威力，知道这一战有多艰险，可能再也回不来了，但他没有选择退缩，而是主动与左宗棠说：若我战死，请直接把我埋葬在新疆，即便在地下，我也要继续守卫这边疆。左宗棠哪有不应的道理？到达新疆后，作战进行的异常艰难，气候条件苛刻，粮食匮乏，敌众我寡，敌强我弱，若是拿出这么一副姿态与敌人交战，必输无疑。左宗棠也不含糊，他直接安排了一口棺材随行，向将士们表明舍生取义的态度。左宗棠的鼓舞振奋了军心，加上左宗棠出神入化的计谋，清军得以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，击败了敌军，重新夺回了新疆地区。胡须、眉毛包括眼睫毛、辫子那些都保存就完整，很完整，腋毛都在。2015年，在新疆的喀什发现一具身穿官服、头戴官帽、全身保存完好的清朝男尸，这可把当时发现男尸的放羊老人给吓得全身啰嗦。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明明死去100年，但样子却像刚刚离世一般。为何在边远山区还能发现100年不腐干尸？难道说是有人特意流放在此的，还是另有原因？死者到底是谁？但战争牺牲是在所难免的。在库车之战中，战事十分焦灼，为确保左宗棠能够突围，马文化主动牺牲了自己，换取了胜利。对于左宗棠来说，马文化不仅是自己的部下，更是自己多年的老友。如今他这一去，怎么不叫人惋惜？左宗棠按照马文化的遗愿，将其安置在一处山洞里。知道老友爱抽烟，所以还把烟袋锅放在他身上陪着他，怕他下地后没钱花，还放了点碎银两。弱国无外交，正是因为清政府弱小，所以当时哪个国家都敢来踩上一脚。为了收复失地，左宗棠率领部下浴血奋战，用多少将领的牺牲，才换回了我们的新疆。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，选择为国家而战，而如今新中国的和平幸福，也是一位又一位先辈用牺牲换来的。如今我们不需要再经历战争、饥饿，但我们却不能忘记先辈对我们做出的巨大牺牲。了解历史文化，发掘历史价值，敬畏历史，感激先辈，我们才能走得更远。